拜登政府又在酝酿升级对华芯片出口的限制措施。当地时间17号，多家大型半导体企业负责人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拜登政府高官面对面沟通，做最后的努力，希望保护其在华利润。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刚刚访华不久的美财长耶伦接受美媒采访时辩称，即将出台的对华投资限制措施针对范围较窄，不会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希望美方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美国3大芯片巨头高管，英特尔 CEO 帕特基辛格、高通 CEO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英伟达 CEO 黄仁勋17号齐聚华盛顿，与拜登政府高官会面，讨论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政策。而出席会谈的拜登政府高官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外界注意到，去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半导体禁令，禁止一些用于制造半导体的设备和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芯片对华出口，意图以此遏制中国芯片行业发展。而拜登政府正考虑将这一措施升级，包括禁止美国芯片制造商在事先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限制美国对中国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和其他技术的投资等等。眼看新规箭在弦上，美芯片行业心急如焚。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称，3大芯片巨头反对收紧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对华出口管制。此番组团前来华盛顿，就是希望在新规出台前进行游说。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讨论中，美芯片业高管们就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中就包括确保政府的政策不会将芯片企业排除在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之外。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英伟达、高通和英特尔的关键销售收入都依赖中国，比如高通公司向小米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供应零部件，其中中国市场收入占公司的总收入60%以上。高通也是唯一一家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授权向华为销售移动芯片的公司。英特尔则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销售地区，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的1/4。上周，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也到访中国，展示其人工智能芯片。而对于英伟达来说，中国为该公司贡献约20%的收入。眼下，英伟达正在向中国市场销售改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拜登政府若收紧出口限制，将对这项业务构成直接威胁。拜登政府所谓的更新和升级呢，实际上还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管制的范围。也就是说呢，可能不仅仅限于最先进的芯片，会在广度和强度上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中国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芯片消费市场之一呢，对于整个全球芯片行业，包括对美国芯片行业呢，其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芯片行业呢，它也不想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美国芯片业3巨头赴华盛顿游说的同一天，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半导体游说团体的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也发声明敦促拜登政府停止采取更多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声明指出，白宫所采取的限制措施过于宽泛模糊，有时甚至是单方面的，可能会削弱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扰乱供应链，造成重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声明还警告，限制对华销售芯片还可能反噬美国自身，因为此举可能会损害美国国内芯片制造领域的大量新增投资。实际上，美方去年10月发布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后，反噬效应已经显现。根据中国海关总署13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芯片进口总额下降22.4%至1626亿美元。彭博社称，到目前为止，受到打击最大的就是美国芯片生产和设备制造商。这些公司也担心华盛顿限制的芯片种类范围扩大。如果进一步限制对华芯片出口，美国芯片公司不仅担心销售额缩水，还担心用于研发的资金也将相应减少。这对美国保持技术优势极为不利。拜登政府对华出口管制的更新和升级呢，一定会对美国自身的芯片行业造成反噬效应。首先呢，就会使得美国芯片行业和全球最重要、最大的销售市场之一呢，实际上相互隔绝。同时呢，鉴于中国目前芯片行业、半导体行业技术呢，也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对于美国芯片行业说，也失去了一个和中国同行进行技术交流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美财政部长耶伦17号在印度出席 G20 财长会期间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又打出所谓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旗号，声称拜登政府拟议的对华投资限制措施针对范围较窄。I want to say that what we're doing is not tit for tat. What we're doing is putting in place controls that are designed to protect U.S. national security. We're not attempting to stifle economic progress in China that we have and want to continue to have deep economic ties. After all, this year our trade has reached almost $700 billion. 耶伦辩称，现有对华出口管制以及计划中的投资限制，都不是为了报复中方的任何具体行动，也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并且这些措施不会对在华投资造成广泛影响，也不会对美国投资中国的环境产生根本性影响。I explained to my Chinese counterparts that if we go forward with these, they would indeed be narrowly targeted. They would focus on a few sectors, in particular semiconductors, quantum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they would contain a combination of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in very narrowly scoped portions of these sectors, prohibitions. But these would not be broad controls that would affect U.S. investment broadly in China. 观察指，既要又要的心态让拜登政府正陷入两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会从维护其技术霸权的角度平衡怎么严卡中国，同时又给中国留点缝隙，瓦解中国自主创新、绝地反击的决心。他接受采访时讲的一些漂亮话，反映出现阶段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软化自身姿态，为中美关系的紧张释放压力，从而稳住中国。然而，正如耶伦自己坦诚的，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新一轮的科技投资限制政策已经酝酿多时，只等最后的靴子落地。因此，无论耶伦如何用话术包装美国的对华竞争，美国泛化所谓国家安全概念的霸道举措，背后的居心还是打压中国，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耶伦拒绝给出政策落地的具体时间表。不过，据消息人士透露，针对中国尖端技术的这波限制政策，拜登政府有可能在8月底就会敲定。18号，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我们认为，对正常的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的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供应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我们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落到实处，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摇摆不定，它背后折射出的还是美国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霸权焦虑。必须认识到，美国今天对华政策以竞争为主的大方向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漂亮话而改变，而中国需要更多防范的，可能是美国在这种既要又要心态驱使下的更加频繁的言而无信和出尔反尔。